性欲，人类最强烈的冲动之一，它驱使我们追求快感，渴望亲密。但你可曾想过，天上的仙人也有性欲吗？佛教讲究三界六道，世间万物皆有欲念，人间尚且如此，天界又会如何呢？今天我们来探索一下六欲天的奥秘，了解仙人的情爱世界。从最低层到最高层，我们将一一揭晓。欲界是佛教宇宙观中的第一层天，这里的生灵仍未脱离欲望的束缚。六欲天就是欲界中的6个层级，从低到高依次是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每上一层，欲望就减轻一分，性欲的表现也随之变得更加微妙。最底层的四天王天与人间相差无几，最高层的他化自在天仅需一个眼神。有趣的是，天界的快乐远胜人间，但这快乐仍未脱离欲望的本质。修行的境界越高，欲望越淡，这是通向解脱的必经之路。然而，别以为天人就高不可攀，他们也有烦恼，也会重新轮回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细细品味，看看每一层天的独特风情。四天王天，离人间最近的天界。想象一座巍峨的高山，名叫须弥山，在它的半山腰就是四天王天的所在。这里的天人仍有浓厚的欲望，他们的生活与人间相差无几，男欢女爱，饮食起居一应俱全。但比起凡人，他们的福报更大。要到达这里，需修中下品十善，这是踏上修行之路的第一步。忉利天，33位天主的乐土，再往上走就到了忉利天。这里有33位强大的天主，第10天就住在这里，统领四方。他就像是大家熟知的上帝。忉利天人的寿命长达1000岁，人间100年才是他们的一天。虽然欲望减轻，但并未完全断除，他们依然有食欲、性欲和睡眠。要登上忉利天，需修中品十善，这需要更高的道德修养。夜摩天，永恒光明的乐园。再往上走，来到了夜摩天，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，莲花开放就是白天，莲花合拢便是夜晚。这里的天人性欲又减轻了些，只需拥抱就能满足彼此。夜摩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400年。想要来到这里，需修中上品十善。兜率天，弥勒菩萨的道场。再往上就是著名的都律天，这里是弥勒菩萨说法的地方。都律天人的欲望更淡，牵手已足够，不需要拥抱。这里的一天等于人间400年，福报更大，快乐更持久。要到达都律天，需修上下品十善，还要发愿行慈，积累更多功德。化乐天，自在变化的欢乐世界。
再往上攀登，我们来到化乐天。这里的天人欲望更加淡薄，男女相处只需一个微笑，无需身体接触就能心满意足。化乐天人能随心所欲的变化，想要什么瞬间就能实现。这里的一天等于人间800年，快乐自在，远胜下界众生。要到达化乐天，需修上中品十善，还要对男女之事淡如嚼蜡。他化自在天，欲界之巅。最后我们来到欲界的最高层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他化自在天。天主名叫魔王波旬，统领整个欲界。他曾试图阻止佛陀成道，但未能如愿。这里的天人性欲已经微乎其微，只需对视一眼就能心意相通。他们不需要自己变化享乐，而是享受他人变化的乐趣。这就是他化自在的由来，既是享乐，也是一种考验。他化自在天的快乐达到欲界之巅，但在佛陀眼中仍未脱离轮回。要到达这里，需要极高的修为，几乎断除所有欲望才有可能。回顾六欲天的层层递进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越往上，欲望越淡，快乐越持久；越往下，欲望越重，烦恼越多。可见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放纵欲望，而在于控制欲望。修行之路就是不断提升境界，逐渐摆脱欲望的束缚。即便是最高的欲界天，也未能完全脱离生死轮回。要想真正解脱，还需更进一步，超越欲界，进入更高的境界。禅定是修行者追求的境界，而性欲则是最难克服的障碍。欲界众生难以摆脱欲望束缚，即便是天人也未能完全超脱。但当修行达到初禅境界时，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初禅是超越欲界的第一步，此时心灵专注，身心喜悦。这种喜悦远胜于世俗欢愉，性欲带来的快感顿时黯然失色。欲界定如闪电般稍纵即逝，初禅定则如江海般绵长持久。在初禅中，男女之别不复存在，心灵的愉悦取代了肉体的快感。然而，达到初禅并非易事，需要长期苦修，磨练心智，控制欲望，净化心灵。这是通往禅定的必经之路。真正的快乐源于内心，不依赖外物，不受欲望左右。禅定教诲我们超越性欲，找到更持久、更深层的满足。这就是为何修行者将克服性欲视为重中之重，因为只有超越了性欲，才能真正开启智慧之门。佛教讲究8识，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，其中第6识，也就是意识，最为特别。大多时候，意识与前5识同行，但有时它能独立存在，这就是独头意识。性高潮时，人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，
此时的意识就是独头意识的表现，头脑迷糊，理智全无，仿佛置身梦境，与现实脱节。这种状态与深度禅定恰恰相反，禅定追求清明，而心高潮则是迷醉。独头意识还出现在其他情况，如做梦、昏迷或精神异常时。理解独头意识有助于我们认识，性欲带来的快感其实是一种迷失。真正的修行是保持清醒，而不是沉溺于短暂的快感中。所以控制性欲不仅关乎道德，更是提升意识层次的必经之路。佛法对性欲的态度并非一味否定，而是提倡中道，既不放纵也不苛责。佛陀明白欲望是人之常情，因此并不要求所有人都出家修行。正当的夫妻之爱，佛法是允许的；和谐的家庭生活也是修行的一种。但佛法也警告我们，不可沉溺其中，因为贪欲是痛苦的根源之一。控制欲望不等于完全压制，而是学会与之和谐相处。适度的欲望可以维系人间和睦，过度的欲望则会引发无尽烦恼。修行之路就是不断提升境界，逐渐淡化欲望，增长智慧。记住，佛法的终极目标是解脱，而非否定世间的一切欢愉。平衡修行与世俗生活，这才是佛法对待性欲的真谛。探索完天界的奥秘，我们有了新的认识。欲望并非洪水猛兽，关键在于如何驾驭。从人间到天界，欲望逐渐淡化，这启示我们，控制欲望是通向快乐的钥匙。但别忘了，即便是最高的欲界天，也未能完全摆脱轮回的束缚。真正的解脱在于超越欲望，而非简单的压制或放纵。平衡修行与世俗生活是一门艺术，既不否定欲望，也不被欲望所困。让我们带着这份领悟回到现实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份智慧。每个人都在修行的路上，每一步都是向着更高境界迈进。有缘人，感谢收看本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若觉得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别忘了订阅，更多精彩等你。我们下期再会，愿你修行之路畅通无阻。